你满身铜锈，不配嫁我。起因是我的富商爹给我找了个穷书生当上门女婿。读书人就是瞧不起咱。爹爹，我要招婿，条件只有一个，得贪财，越贪越好。3天后，张管家领着一个人站在了我面前，那人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布衣，他微微垂着头，看不清他的脸。小姐，这位是林公子来应征的。抬起头来，他闻言缓缓抬头，我手里的账本差点没拿稳。我自问见过不少人物，商场上的、官场上的、俊俏的、儒雅的，但没有一张脸能像眼前这张一样让我瞬间失语。我压下心头那点莫名的悸动，恢复了商人的本色，开门见山。为何而来？他看着我，目光平静，吐字清晰。在家贪财，想吃软饭。屋内寂静，连身经百战的张管家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。我却笑了。这些天来的人里，有说仰慕我的，有钦佩我的，甚至有对我一见钟情，非我不娶的。他是第一个把贪财2个字如此直白地摆在台面上的人。吃软饭，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入赘沈家，以小姐为尊，往后衣食住行皆仰仗小姐。说得好，可我沈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我凭什么让你吃这个软饭？他黑沉的眸子终于起了一丝波澜。小姐想让我做什么？我要你当一个完美的相公，对外你要维护我沈家的颜面，对内你要孝顺我爹，让他安享晚年。最重要的一点，我凑近他，几乎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皂角香气，一字一顿地道：安分守己，不该问的别问，不该碰的别碰，我们是交易，不是夫妻。他沉默了片刻，长长的睫毛垂下，遮住了眼底的情绪。可以，很好。我退后一步，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早已拟好的契约和一沓银票。这是1000两，签了它，你就是我沈家的人了。这1000两算是你的卖身钱，随你处置，往后你的月钱另算。他看了眼那沓厚厚的银票，又看了一眼那份契约，最后目光落回到我脸上。他拿起笔，在契约末尾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林彦辰，字迹风骨峭拔，力透纸背。我爹知道我选了个坦诚的穷酸秀才时，气得差点把手里的紫砂壶给砸了。胡闹，简直是胡闹！那何子轩再不济也是个举人，前途无量。你为了赌一口气，找了这么个不明不白的人，他图什么你不知道吗？图我们的钱。爹，图钱总比图了钱还要立牌坊的好。一个虚伪的君子，一个坦诚的小人，我选后者。一份契约绑着，1000两银子买断。他要是敢不安分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他连本带利地吐出来。你女儿做生意什么时候亏过？罢了，随你吧。只是这婚礼3天后就办，我要让全江宁城的人都看看，我沈之威不是非他和子轩不可。婚礼办得仓促，却依旧是江宁城里最顶级的排场。我沈家不缺钱，缺的是一口气。我穿着繁复的嫁衣，看着镜中面若桃花的自己，心里却是一片冰冷的清明。拜堂时，林彦辰规规矩矩地给我爹磕头，他的脸色和蔼了几分。林彦辰今日也换上了一身红色喜服，他全程表现得无可挑剔，只是安静地跟在我身边，直到那个不速之客的出现。何子轩来了，他一脸痛心疾首地站在宴会厅中央，仿佛我才是那个负心凉薄之人。之威，你怎能如此自甘堕落，找了这么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白丁来羞辱我？我气得发笑，正要开口，林彦辰却轻轻按住我的手，上前一步，将我护在身后。他看着何子轩，气场丝毫不弱，他微微一笑，带着一丝凉意。这位想必就是何举人吧？在下林彦辰，芷薇的夫君。一个靠女人裙带上位的赘婿，也配与我说话？何举人此言差矣，芷薇乃沈家独女，她若外嫁，这偌大的家产岂不便宜了外人？她招婿入赘，此乃大孝与大志。何举人读圣贤书，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吗？至于在下能得芷薇亲眼入赘沈家，是我的福分，我心甘情愿辅佐她，为她分忧，让她能安心经营，这叫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。不像某些人，嘴上说着清高，心里却惦记着别人的家产，想空手套白狼，得不到便恼羞成怒，跑来大放厥词，真是丢尽了读书人的脸。一番话说的是滴水不漏，字字诛心。满堂宾客看何子轩的眼神都变了，从看热闹变成了鄙夷。你这个伶牙俐齿的小人！过奖，娘子，我们去给爹敬酒吧，莫要让闲杂人等扰了兴致。那一声娘子叫得我心间一颤。见何子轩灰溜溜地离开，我爹第一次用赞许的目光看了林彦辰一眼。我看着身旁这个看似温顺，实则口舌如刀的男人，第一次觉得这1000两银子花的或许有点值。洞房花烛夜，我遣散了所有下人，自己卸下了沉重的凤冠。林彦辰安静地坐在旁边，并没有靠近。屋子里静的只剩下烛火燃烧的噼啪声。今天谢谢你。分内之事，契约第1条，维护沈家颜面。你倒是记得清楚。不管怎么说，今天你表现得很好，这杯算我敬你的。那今晚的服务，小姐可还满意？他的眼睛在烛光下亮得惊人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戏谑。我一愣，随即明白了他的意思。我们的契约里并没有涉及到夫妻义务这一条。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，辛辣的液体划过喉咙，带来一丝灼热。林公子，
你今晚的任务结束了，你的房间在西厢，请自便吧。他眼中的光亮暗淡了一瞬，但随即又恢复了平静。是，小姐。他站起身，对我行了一礼，转身走出了房间，没有一丝留恋。看着他笔直的背影消失在门外，我捏着空酒杯，心里莫名的有些空落落的。但这不正是我想要的吗？一场清清楚楚的交易，银货两清，互不相欠。婚后的日子出乎意料的平静，林彦辰简直是一个完美的雇员。他将赘婿这个角色扮演得尽善尽美，三言两语总能把我那脾气古怪的爹哄得眉开眼笑，平日也把内宅管理得井井有条。而对我，他更是体贴到了极致，却又守着一条清晰的界限。夜深时，他总会端来一碗热腾腾的莲子羹，然后悄无声息地退出去。我随口说哪个点心好吃，第二天点心就会出现在我茶桌上。我们白天是相敬如宾的夫妻，晚上是住在主屋和西厢的邻居。这种相处模式让我很舒服，但偶尔又会让我感到一丝烦躁。这天，我正在核对一批从苏杭运来的丝绸账目，张管家匆匆忙忙地跑了进来。小姐，不好啦！何子轩的侄子带了一帮人在咱们城东那间铺子闹事呢。城东那间铺子确实是我当初打算送给何子轩的聘礼之一，房契也都准备好了。他去婚后，我自然就收了回来。备车，我亲自去看看。我到的时候，铺子门口已经围了一圈人，一个吊梢眼的年轻人正带着几个地痞流氓在门口叫嚣。沈老板，你可算来了。这铺子是你当初许给我叔叔的，你不会不认账吧？何公子，当初我确实有这个意向，但前提是你叔叔得娶我。现在他既然觉得我满身铜锈，配不上他，这聘礼自然也就作废了。你空口白牙就想来占我沈家的产业，是不是太异想天开了？我不管，今天你要是不把房契交出来，我就不走了。我身边的护卫立刻上前拦住，双方顿时推搡起来。住手！他不知什么时候来的，像一道屏障，稳稳地挡在了我身前。各位是拿钱办事，关你屁事！小白领，滚一边去！林彦辰笑了笑，那笑容里带着一丝危险的气息。滚！一会儿我怕你们滚不了。话音未落，那几个地痞就已经东倒西歪地躺在了地上，抱着胳膊腿哀嚎。哇，你敢打人！我要去报官。林彦辰慢条斯理地掸了掸衣袖上的灰尘，走到他面前。好啊，你去告诉关老爷，说你意图抢夺他人财产，被户主打伤了。你猜，关老爷是会抓我，还是会把你下大狱？年轻人脸都白了，冷汗涔涔而下。还有，回去告诉你那个好叔叔，沈家的东西，他别动一丝一毫的念头。一群人慌忙逃跑，围观的人群发出了一阵叫好声。我站在原地，怔怔地看着林彦辰的背影。他转过身，看到我，脸上的狠戾瞬间消散，又变回了那个乖顺的模样。他走到我面前，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。娘子，我今天又替你解决了一个大麻烦，这个月的月钱能多给点奖金吗？看着他那张俊脸，忽然觉得这个男人像一团迷雾，我看不透他。自那日之后，我开始有意无意地观察林彦辰，他似乎察觉到了我的目光，行为举止变得更加本分了。除了每日必要的事务汇报，他几乎都待在西厢房里，从不主动出现在我面前。直到半个月后，我因为连日劳累，加上吹了点风，病倒了。丫鬟小桃在一旁伺候着，可我总觉得浑身难受，怎么都不舒服。睡梦中，我感觉有一只冰凉的手附在了我的额头上，那凉意驱散了些许灼热。我费力地睁开眼，朦胧的视线里看到一张熟悉的脸。林彦辰坐在我的床边，正用一块湿布巾小心翼翼地给我擦拭额头。他的动作很轻，眼神里是我从未见过的担忧和焦急。倒了一杯温水，又小心地扶起我，将水杯凑到我唇边。我喝了几口，喉咙舒服了许多。你怎么在这？小桃说你烧得厉害，我不放心，就过来看看。我的契约里可没包括市集这一项。是我逾矩了。他站起身，似乎打算离开，我心里一慌，下意识抓住他的衣袖。他停下脚步，回头看我，眼神里带着一丝疑惑。我被自己的举动惊到了，一时间竟不知该说什么。药太苦了。他愣了一下，随即明白了我的意思。他转身从桌上拿来一小碟蜜饯，捏起一颗送到我唇边，甜腻的味道在口中化开，压下了药的苦涩。他的指尖不经意间触碰到了我的嘴唇，带着一丝凉意，让我心头猛地一跳。他也迅速收回了手，耳根泛起一抹不易察觉的红色。你那天为什么会武功？小时候跟着一个走江湖的道士学过几招庄稼把式，防身用的。林彦辰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他笑了，那笑容里带着一丝自嘲和苦涩。小姐，我就是一个贪图你家钱财，想吃软饭的穷书生，仅此而已。说完，他不再看我，转身快步离开了房间。病好之后，我和林彦辰之间的气氛变得更加古怪。他躲我躲得更厉害了，有时候在院子里远远看到我，都会提前绕路走，而我开始不动声色地搜集关于他的一切线索。他喜欢清淡的食物，不爱甜腻，每日都会花1个时辰练字，从不间断。他看的书很杂，经史子集、农桑地理，无所不包。他阅识完美，
我就越是觉得不对劲。这天，我提前从账房回来，路过西厢，看到他的房门虚掩着，鬼使神差的，我屏住呼吸走了过去。房间里没有人，书桌上整齐地摆放着文房四宝，旁边还有一摞他抄写的书籍。我走过去，拿起一本翻了翻，他的字写得极好，在角落里放着一个小小的紫檀木盒子，雕工精致，看起来有些年头了。这盒子我似乎有些印象。对了，这是我当初连同那1000两银票一起给他的。我当时说，银票可以放在里面，不易受潮。他居然还留着。一股强烈的好奇心驱使着我，伸出手打开了那个盒子。盒子里没有别的东西，只有一沓整整齐齐的银票，1张、2张、3张，不多不少，正好1000两。他1分钱都没动，那个口口声声说自己贪财的男人竟1分没动。盒子里面一张折叠起来的纸，我慢慢地展开了那张纸，纸上只有2行字：卿为天上月，我为城中哀，遥望已是幸，不敢烧燃纸。我的脑子嗡的一声，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砸了一下。江宁城里谁不知道我的小名就叫月月？我的手抖得厉害，那张薄薄的纸此刻却重若千斤。我扶着桌子缓缓坐下，脑子里乱成一团。他根本不是为了钱才来入赘。一个荒唐又大胆的念头不受控制地从我心底冒了出来。就在这时，门口传来了脚步声，林彦辰回来了。他看到我坐在他房间里，手里还拿着那张纸，整个人都僵住了。我们谁都没有说话，空气仿佛凝固了。小姐，林彦辰，这又算什么？契约里的哪一条？林彦辰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他只是站在那里，像是被定住了。说话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然后扑通一声跪了下来。是我骗了你，小姐，你罚我吧，把我赶出沈家，或者罚你？你总得让我知道你骗了我什么，我才好定你的罪吧。他沉默着，紧紧地抿着唇，不肯再多说一个字。你不说是吧？张叔，去查，把这个林彦辰的底细给我查个底朝天。第2天，张管家就把一沓厚厚的调查资料放在了我的桌上。我花了1个下午的时间，才把林彦辰的前半生看完。看完后，我坐在椅子上，久久没有动弹。林彦辰原籍京城人士，出身书香门第，虽不富裕，却也家学渊源。他天资聪颖，15岁中秀才，18岁中举人，是当年京城里赫赫有名的才子。3年前，他参加春闱，本是状元的热门人选，可他在殿试上因直言弹劾当朝太师贪赃枉法，触怒了龙颜，更得罪了权倾朝野的太师。皇帝虽未降罪，却将他的卷子处落，从此他被列入黑名单，科举之路彻底断绝。没过多久，他的父母相继病逝，家道彻底中落。他为了给父亲治病，变卖了所有家产，还欠下了一笔债。为了生计，他辗转流落，做过苦力，当过账房，尝尽了世间冷暖。而调查资料的最后一页记录了一件小事：3年前的冬天，江宁城大雪，一个衣衫褴褛的书生晕在了我家粥棚前。当时我正好路过，看他可怜，便亲手盛了一碗热粥给他，还多给了他2个馒头。那个书生就是林彦辰，此后便一直住在城西的破庙里，靠替人抄书为生。我拿起那张写着卿为天上月，我为城中哀的纸，心情久久不能平复。原来他不是想吃软饭，他只是想离那碗粥的主人近一点。他不是不敢碰我，他是不敢染指他心中的月亮。我闭上眼，胸口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闷得发慌。我想起他在婚堂上字字句句维护我的样子，还有他日夜照顾生病的我，眼底藏不住的担忧。我曾以为的演戏和交易，在这一刻都有了全新的、令人心碎的解释。这个傻子，天底下最大的傻子。我再也坐不住了，抓起那份资料，冲出了书房，直奔西厢。我一脚踹开西厢房的门时，林彦辰正跪在冰冷的地面上，我把手里的资料狠狠摔在他面前，纸张散落一地。林彦辰，你可真是好样的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傻子吗？对不起。对不起？你以为一句对不起就完了？林彦辰，你骗我，利用我，把我的同情心当成你接近我的跳板。他看着我，眼眶一点点的红了，蓄满了泪水。我没想过利用你，我只是想看看你。3年前那碗粥，是我活下去的唯一念想。我知道我们云泥之别，我不敢有任何妄想，我只是想离你近一点，直到你招婿。我鬼迷心窍，我觉得这是老天给我的唯一机会。我知道你讨厌虚伪的读书人，所以我说我贪财，我说我想吃软饭。我本来打算等契约到期，我就离开江宁，再也不出现在你面前。他的眼泪顺着脸颊滑落，滴落在冰冷的地面上。我只是想在你身边待一段时间，就一段时间，这就够了。只为我配不上你，你是天上的月亮，我只是地上的尘埃。我这20年活得清醒又理智，从不做亏本买卖，从不感情用事。可这一刻，看着眼前这个哭得像个孩子的男人，我所有的理智和清醒都土崩瓦解。谁准你妄自菲薄的？谁说你是尘埃了？在我眼里，你比那个道貌岸然的何子轩强10000倍。林彦辰，你听好了，我沈之薇
最不怕的就是麻烦。你得罪了太师，断了科举的路，这是麻烦；你身无分文，还欠着债，这也是麻烦。但从今天起，你的麻烦我接了。他愣住了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仿佛听不懂我的话。我靠近他，在他的唇上印下了一个带着咸咸泪水味道的吻。林彦辰，我们的契约现在改一改，从今天起，你是我的相公，真正的相公。他彻底呆住了，眼泪流得更凶，却不再是绝望，而是狂喜和不敢置信。为什么？我看着他那张梨花带雨的俊脸，忽然起了逗弄的心思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花了1000两买你，总不能让你白吃白住吧？我学着他之前的样子，朝他伸出手，勾了勾手指。从今往后，事情价格面议。那晚之后，林彦辰搬进了主屋，我们的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他依旧对我很好，一种带着温度的、真实的关怀的好，而我也第一次体会到了被人全心全意爱着的感觉。那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，像是心里被什么东西填满了，暖洋洋的。芷薇，我想重新参加科举。我一愣，随即反应过来。好，我供你。那什么狗屁太师，在京城作威作福，手还伸不到江宁来。你安心读书，其他的交给我。可是我如今是入赘之身，就算考中了，也会被人耻笑。谁敢？等你考上状元，做了大官，谁还敢提什么入赘不入赘？他们只会巴结你，说沈家有眼光，提前投资了绩优股。你呀，总是这么不讲道理。你有这个实力，就该让所有人都看到。从那天起，林彦辰便开始了闭关苦读。我给他请了江宁城里最好的老师，把家里最好的书房腾出来给他。我爹一开始还有些嘀咕，觉得这是白费功夫，但他亲眼看了他写的文章后，态度180度大转弯，竟比我还上心。时间过得飞快，转眼就到了乡试的日子。考场外，我们又一次遇到了何子轩，他比之前憔悴了许多，见到我们，眼神里充满了嫉妒和怨毒。哟，这不是沈家的上门女婿吗？就凭你也能来这儿？我正要发作，林彦辰却拉住了我。我身份确实不高，但大相公立于天地间，求的是无愧于心。我读书，为了实现抱负，而不是为了当成攀附权贵的敲门砖，更不是为了在失意时拿来当做攻击他人的武器。你，芷薇，等我。说完，他便大步走进了考场，背影挺拔如松。乡试放榜那天，整个江宁城都轰动了，因为这次乡试的解元正是林彦辰。消息传开，我家门槛都快被踏破了。那些曾经在背后议论我们的人，如今一口一个林解元，叫得比谁都亲热。我爹乐得合不拢嘴，在家里大摆了3天流水席。林彦辰走到我面前，紧紧地抱住了我。芷薇，我做到了。你做到了。相比我家的热闹，何子轩那边则是愁云惨淡。他这次乡试名落孙山，据说他看到榜单后，当场就气得口吐鲜血，昏了过去。后来我听说他变卖了家产，灰溜溜地离开了江宁城，不知所踪。乡试过后是春闱，我决定举家搬迁至京城。林彦辰的未来必然是在那个天子脚下。芷薇，等我在京城站稳了脚跟，我会用我自己的俸禄给你买一座大宅子，然后8抬大轿，风风光光的再娶你一次。好，我等着。京城的春天，繁花似锦，春闱放榜，林彦辰高中2甲第17名，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。虽然没能像他年少时那般耀眼，直接进入3甲，但能有这个成绩已是很好。领到第一笔俸禄后，林彦辰跑遍了京城的牙行，最后在城南的一条清静巷子里买下了一座小小的3进院子，房契上写的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。拿到房契的那天晚上，他像个邀功的孩子，在我面前晃来晃去。芷薇，你看，这是我们的家了。就这点俸禄，够买这么大个院子。我跟牙行老板说，我娘子是江宁首富，先付个首付，剩下的分期。我没忍住，笑出了声。这个男人，不管到了什么时候，骨子里还是那个会耍小聪明的林彦辰。我拉着他走进新家的院子，院子里有一棵高大的桂花树，正是花期。晚风一吹，满院清香。我们并肩站在树下，月光透过枝叶的缝隙，洒下斑驳的光影。彦辰，你还记得你写的那句诗吗？他身子一僵，有些不好意思。我踮起脚尖，亲了亲他的唇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月亮的光是太阳给的，它自己并不会发光。你自己就是光。以后换我来遥望你。芷薇，我的芷薇。桂花簌簌落下，像一场金色的雨。我搂着他的脖子，看着他俊朗的眉眼，笑得比天上的月亮还要灿烂。我曾以为我用1000两银子买下了一个坦诚的贪财小人，到头来才发现我买下的是一颗蒙尘的明珠和一份独一无二的深情。